大家好，我是怡媛，今天我们回来继续讲海尔曼皮的技能。相信大多数的观众应该都知道，海尔曼皮是已经被削弱了，主动技能从原本的3层变成2层。那这个版本是官方第2次发布的正确版本。既然都已经动了一刀，就相信官方之后应该不会再削弱这个统帅的技能了。还有就是觉醒技能也是没有更改，所以觉醒技能是正确了。根据日期来看的话，国服那边应该会优先推出，所以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测试给大家看。现在我也只能做海尔曼皮的技能猜想。在昨天我发布影片之后，有一些观众在评论区跟我解释觉醒技能到底是怎样看的。觉醒技能的文本是海尔曼这支队伍所向对方释放的毒到底有多少层，而不是对方中了多少层的毒。因为海尔曼 P 它的 AOE 是打3个目标，有可能其他的队伍会中毒，再加上拉扯之类的，也就是说不光只是一个队伍会中毒而已，其他队伍也是会中毒。所以严格来讲，海尔曼的技能没有被锁死，它不像萨尔贡那样大地效果打在谁的身上，对方才有这个效果。觉醒技能受到影响的是第1技能还有第4技能。那么原本第1技能加上第4技能总共加起来可以叠到15层了，那因为官方削弱了变成2层，主动技能只能打6层，再加上第4技能的6层等于12层，变成12层之后有什么改变呢？在削弱之前，原本海尔曼可以再放2次主动技能之后就会触发到觉醒技能，在削弱之后变成12层，放了2次主动技能之后也只是24层，还没有到25层，也就是说是没有办法触发觉醒技能了。还有第4技能曼德拉幻影，它并不是100%的概率可以触发到的，10%的概率冷却3秒，可以用尼布甲尼撒的技能作为参考，也是10%的概率，然后冷却3秒。我做了3次测试，然后把尼布甲尼撒触发技能的回合数记录下来，各位可以看到其实还蛮不稳定的。不过正常情况下，在你放2个主动技能之前是肯定会触发到的，除非你的运气是真的非常糟糕，1次都没有办法触发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就要赌运气了，到底你在第2次释放主动技能之前能不能触发第4技能，否则你是没有办法在2个主动技能释放之后触发到觉醒技能了。那么在削弱之前，原本第1加第4技能总共有15层，如果运气好的情况下是肯定可以在第2次释放主动技能的时候触发觉醒技能。我们计算一下，如果是2次主动技能就是18层，再加上第4技能的6层就等于24层而已，所以在官方还没有削弱之前，其实也是一样没有办法触发的。但是如果你运气好，在第2次释放主动技能之前能够再次触发第4技能，就肯定会在第2次释放主动技能的时候触发到觉醒技能。所以要触发海尔曼的觉醒技能真的没有那么简单。除了觉醒技能触发的速度有受到影响之外，还有包括第1技能，原本3层可以让对方受到的所有伤害提升 9%， 现在变成 6%。 还有就是问到中毒效果会被叠乘在一起。在之前我有做过毒女跟萨尔贡的技能测试，中毒效果跟大地效果其实是一样的，可以让对方受到的技能伤害提升。在左手边是已经有写出来受到的技能伤害增加 45%， 虽然计算在一起，但是这2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叠毒的次数不会影响到大地效果的叠层。假设是计算在一起，如果萨尔贡搭配毒女的话，它的核爆效果应该会触发蛮多次了。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官方这里的回答，还有这个玩家问的问题，他只是问能不能叠在一起，那官方理所当然是跟他讲，当然是可以叠在一起，因为这些技能本质上的效果是差不多的，但是并不代表布迪卡还有萨尔贡的技能可以影响到海尔曼的觉醒技能。后面还有加上一句重点，如果是海尔曼的觉醒技能叠毒次数只能计算海尔曼自己部队的，这样子才会生效。或许就是因为最后这一句让玩家觉得毒攻也是不能触发，这样你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官方会有2个版本，一个讲会触发，另外一个讲不会触发。可能玩家用不同的统帅不同的方式去问官方客服，所以他给出的答案就不一样。你们应该要像这个玩家这样子问，毒攻的叠毒可以触发海尔曼 P 的觉醒技能吗？官方的回答是会累积触发的。那假设是用海尔曼搭配毒女的情况下，会不会更快去触发海尔曼的觉醒技能呢？假设你的毒女第4技能是升满的情况下，就会有100%的概率，所以基本上后面那个5个回合的中毒效果可以不用看了，它是每一个回合都会有中毒效果。正常情况下怒气满的回合数要等到7个回合左右，所以用海尔曼 P 的12层再加上毒女的7层也只有19层而已，而且这个还是要运气好的情况下，你有触发海尔曼第4技能才可以叠加上去，否则还是一样不会加快速度，还是需要等海尔曼第2次释放直接伤害的时候才可以触发，或者是在海尔曼释放第2次直接伤害之前就可以触发到觉醒技能了。因为觉醒技能还是根据次数来触发的，不管你的海尔曼 P 有没有放第2次的直接伤害都好，只要达标之后它就会马上触发。
当然你想要好好利用觉醒技能的话，就必须要搭配毒女，比较容易触发。毒女的中毒效果也比较稳定，普通攻击伤害有100%的概率可以中毒，再算上觉醒技能的冷却时间，基本上要每10秒触发一次觉醒技能是没有问题的。那假设如果官方还没有削弱的话，就是打一个目标有叠加3层，这样计算，如果是海尔曼搭配毒女的情况下，也就等于说毒女放了直接伤害之后，就会马上触发海尔曼的觉醒技能了。所以削弱之前跟削弱之后差别其实还是蛮大的。不过前面讲了这么一大串，也只是为了要触发它的中毒效果还有觉醒效果而已。假设你的海尔曼是不打算搭配毒女的情况下，然后你又不在乎它这个2000的直接伤害，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去开第4还有觉醒技能，因为海尔曼它自己本身的毒最多也就是只能跌到15层而已。除了海尔曼之外，唯一有毒的就是毒女而已。在你不搭配毒女的情况下，你要触发到觉醒技能，一定要释放2次直接伤害之后才有可能触发。就算你是搭配毒女的情况下，也只是快一点点而已，并且有10秒的冷却时间。就算你搭配毒女叠毒再快都好，还是一样要10秒之后才可以再次触发。只是你们真的要用觉醒技能的话，搭配毒女效果肯定会比带海尔曼自己一个人还要更好。但是有没有必要为了这个技能特意去搞一个毒女或者是觉醒呢？所以一般玩家正常情况下只要开前面3个技能5551即可，不需要开觉醒跟第4技能。那当然如果你是追求数值的玩家，觉醒当然会更好。所以海尔曼的设计你说像真的，其实也不完全像真的，真的触发的条件简单很多。你说海尔曼像萨尔贡这样子，大地效果是打在别人身上，中毒效果也是打在别人身上，但是说触发条件又不会像萨尔贡那样子，大地效果一定要打在特定的玩家身上，叠到足够的层数才会产生核爆。海尔曼是计算放出去的总共毒层，还有重点是海尔曼的毒层并不会清空。接着海尔曼的第3技能有问过客服了，因为他这里写的是进攻在野外的部队时，所以他做驻防也是一样会触发到第3技能。不过正常情况下很少玩家会用工兵来做驻防啦。不过间接性也等于说第3技能是不能直接用的，围殴旗帜跟要塞也是一样不会触发。不过海尔曼还没有出现之前，我就已经看到不少玩家说海尔曼很垃圾那确实它的叠毒效果会比较慢一点啦，如果不包括觉醒技能，就算是包括觉醒技能也是有触发条件的，没有这么容易叠起来。但我们想的方向也不能只是想一支队伍而已，我们打仗肯定是有很多队伍，假设有很多海尔曼同时释放技能，算起来对方也是会很伤了。而且每次打的时候都是半圆形 AoE 范围打3个目标，坦白说要让对方中招是真的蛮简单的。而且海尔曼 P 还没有出现，我们还没有实测，为什么这么快下定论呢？就像之前的流测一样，当大家还没有实际使用的时候都觉得重击伤害很垃圾，现在却变成人手一直流测说真香。所以各位再给一点耐心，再观望吧，不要这么快下定论先。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